各位好，欢迎回到美股坐标系。美东时间2月26日盘后，万众瞩目的英伟达财报公布。对于这样一个优等生来说，超预期从来不是重点，重点是目前的市场似乎对英伟达有些苛刻。我们先看下大体财报数据 ：Q4 营收681亿美元，同比暴涨73%；全年营收2159亿美元，同比增长65%；净利润全年接近1200亿美元。数据中心单季营收约623亿美元，同比增长约75%。这是一份任何人挑不出刺的财报。黄仁勋在电话会上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客户正在竞相投资人工智能计算。”然后股价盘后冲高约3%，随后回落。为什么？因为就在英伟达财报发布的同一个月，他最重要的几个大客户刚刚公布了各自的账本，花了多少钱，赚回来多少，以及接下来还要烧多少。那些数字比英伟达的财报更令人不安，市场会觉得你英伟达业绩越好，客户投入越多，我心里越没底。先把数字摆清楚，让大家有个基准。2026 Q4 截止日期是2026年1月25日，这个季度营收681亿美元，同比加73%，环比加20%；全年营收2159亿美元，同比加65%。Q4 净利润约430亿美元，同比接近翻倍，每股收益1.76美元，环比约加35%。Non-GAAP 毛利率约75.2%。数据中心 Q4 营收约623亿美元，占比超过90%，是整张财报最核心的支柱。我帮你做个参照，英伟达2024年全年的营收大概是600亿美元量级，而现在它一个季度就能做到681亿左右。就这一点，任何说英伟达不行了的人都应该先把嘴闭上。那为什么还是跌？黄仁勋在财报会上说的是客户正在竞相投资人工智能计算，这句话是真的。但这句话有一个关键的省略，他没有说这些客户为了支撑这种竞相投资，已经在牺牲自己的利润和现金流。我们来一家家看。首先，微软2026年1月28日财报。微软公布的是其2026财年第二季度业绩对应自然时间，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季度，营收约812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17%，略超预期。听起来不错，但问题藏在两个地方。第一个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大约39%，略低于上一财季约40%左右的增速，就差这一个百分点，市场就把它盘后打下去大约6%。第二个也是更根本的，微软本财季资本支出飙升到约37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明显高于市场此前普遍预期的大约340亿美元水平。单季度就花了将近375亿，比1年前的季度高出一大截。然后公司 CFO 表示，毛利率同比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 AI 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以及 AI 产品使用量的增长，成本上升暂时超过了效率提升。管理层也提示，未来几个季度营业利润率可能会因为持续的 AI 投入和运营费用上行而承压。翻译成大白话，微软花的比赚的涨得更快，利润率在被资本支出慢慢蚕食。还有一个细节更耐人寻味，微软披露其商业预定积压同比大增，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与 OpenAI 相关的长期合同。有分析指出，微软在 AI 云业务上的长期收入高度依赖与 OpenAI 的合作。一些华尔街分析师在电话会上也对这种依赖度表示了担忧。微软手里有庞大的订单积压，听起来令人振奋，但如果关键合作伙伴出现任何问题，这些故事都要重写。市场目前的共识是，微软为了抢占 AI 基础设施高地，未来几个季度乃至1-2年内仍会维持在非常高的 CapEx 水平，这意味着利润率改善的节奏可能慢于许多投资者原本的预期。再看谷歌2026年2月4日财报，谷歌这份财报从数字上看是几家里最好看的。Alphabet 第四季度营收约1138亿美元，同比增长18%，超出预期。P.1 在会上表示，全年营收首次突破4000亿美元。Gemini 相关应用的月活用户达到数亿量级，有媒体提到超过7亿的水平。这些数字确实漂亮，但问题也在同一份财报里。Alphabet 预计2026年资本支出将在1750亿到1850亿美元之间，而2025年大约是915亿美元。
这意味着资本支出有可能接近翻倍，资金正疯狂涌向服务器和技术基础设施。接近翻倍的资本支出，这个数字让投资者当时就犹豫了，谷歌云和广告业务的利润率能不能长期撑住这种消耗？谷歌还有一个动作，英伟达应该格外警惕。有媒体报道称，像 Meta 这样的公司正在评估包括谷歌自研 TPU 在内的替代性 AI 芯片方案，未来不排除会在部分工作负载上通过谷歌云试用这些芯片。英伟达最大的客户之一开始认真看另一个客户的芯片，这件事值得单独写一篇。亚马逊2026年2月初财报，这是这个财报季最令市场震动的一笔数字。多家媒体报道，亚马逊给出的2026年资本支出指引大约在2000亿美元的量级，相比2025年约1300亿美元的水平要高出约 50%， 把所有人都打懵了。但更关键的不是这个2000亿的绝对值，而是它和现金流的比例。按目前披露的经营现金流和分析师的测算，如果亚马逊真的把 Capex 拉到约2000亿美元，那么很可能会超过公司当前水平的运营现金流，导致实质性的现金净流出，这在亚马逊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场景。市场最难消化的正是这份指引。当季业绩不差，但未来一年现金流资本开支回报周期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亚马逊股价在财报后、盘后和随后几天里累计跌幅一度超过 10%。最后是 Meta 2026年1月底财报。Meta 是这一轮财报季里表现最两极化的，广告业务非常强， AI 的商业化验证也是几家里最直接的，但资本支出的体量同样令人啧舌。Meta 宣布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大约在1150亿至1350亿美元区间，较2025年约722亿美元几乎翻倍，主要用于 AI 数据中心建设和相关基础设施。Meta 的情况是，尽管不像亚马逊那样马上出现明显的入不敷出，但这笔巨额开支将显著压缩 Meta 的自由现金流，让这家公司从曾经游刃有余的现金状况变成必须在回购分红和继续砸钱 AI 之间做更艰难的取舍。我们现在来合计一下，如果把亚马逊、谷歌、微软和 Meta 在这轮财报季披露的或者市场普遍预期的2026年资本支出估算加总，4家今年砸在 AI 算力和相关基础设施上的钱，大致落在6000亿到6500亿美元的量级，相比2025年大约提升了 50% 到 60%，远远高于2024年的水平，6000亿到6500亿美元，这相当于一些中等国家一整年的 GDP。这是4家公司单独一年砸在 AI 算力上的钱。尽管多数公司交出了强劲的财报，但投资者对这一惊人的资本支出规模感到不安，担心这些投入正在超越新技术短期内的盈利潜力，导致科技股在财报季里出现了一轮集体性调整。亚马逊、谷歌和微软在公布季度财报后的几天内，合计蒸发了数千亿美元的市值。注意这个逻辑，财报是好的，市值却在跌。问题不在赚了多少，问题在花了多少，什么时候能回本。现在我们回到英伟达这根 K 线，盘后冲高约 3%， 然后回落。这条价格曲线就是市场两种情绪叠加之后的结果。第一波上涨是本能反应，681亿营收，同比涨 73%， 这种数字任何人看到第一眼都会买。第二波回落是理性介入，市场想起来了，英伟达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这些云巨头买走的。那这几家刚发完财报说的是什么？是我们接下来的利润率要承压，我们的现金流要被资本支出大幅占用，我们的营业利润率短期会因为 AI 投资而走弱。买铲子的人正在自己的矿场入不敷出。更深一层的担忧是这个，投资者真正关注的是这些动辄数百亿美元的 AI 资本支出何时能转化为可观的利润。这个问题不是黄仁勋能替客户回答的。还有一个结构性风险要说清楚，这4家巨头都在悄悄加大自研芯片的投入。微软有 Maya， 谷歌在大力推 TPU， 亚马逊有 Trainium，Meta 也在探索更灵活的硬件架构。不是说明天就不买英伟达了，但长期来看，每多一块自研芯片，就是英伟达未来的一块市场在被蚕食。那么，英伟达现在到底是什么处境？来说看涨和看空两面，不要做无脑死多头。看涨的理由，
第一，需求是真实的，而且是结构性的。那数千亿美元的资本支出不是假的，最终的大头还是要流向英伟达等少数硬件供应商。数据中心建到一半不能停， GPU 买了一半不能不继续买，这条链条的惯性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第二，推理市场是真实的新增量，每一个人用 AI 问一个问题，背后就是算力消耗。全球 AI 用户还在增加，这个消耗不是幻觉。英伟达在推理芯片市场的优势和 CUDA 生态的护城河，短期内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真正撼动。第三，财报的数字本身 Non-GAAP 毛利率在 75% 左右，接近历史最佳水平，这说明它的定价权和涨价能力还在。看空的风险，第一，增速放缓是趋势而非意外，同比增速从更早的200-300百分比到现在的 73%， 再到公司给出的下一季度指引，这条曲线再往下走。当增速跌到 30% 以下，现在的估值就撑不住了。第二，客户自研芯片是长期威胁，谷歌的 TPU、亚马逊的 Trainium、微软的 Maya， 这些不是噱头，是真金白银在投入。用3到5年的时间维度看，英伟达的市场份额很难不被蚕食。第三，也是最核心的，更高的资本支出传递出这样的信号， AI 战略的实现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对于已经专注于何时能看到 AI 相关收入的投资者来说，这不是好消息。一位管理着数千亿美元资产的机构投资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评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长线资金的心态。我想真正的答案应该在3月份的 GTC 大会上。英伟达这份财报能解决眼前的担忧，但解决不了更长期的问题。市场现在问的不是你今天卖了多少，681亿的答案已经够了。市场问的是你的客户们在烧完这数千亿美元之后还会继续烧吗？推理市场的算力需求真的能撑起你现在的估值吗？这些问题需要在3月19日黄仁勋在 GTC 大会的主题演讲上给出答案。GTC 大会需要给出的方向有3个。第一，下一代 Rubin 架构的更明确时间表， Blackwell 刚起步，但客户等不了太久，如果下一代的节点模糊，资本就会开始犹豫。第二，对推理需求更有说服力的量化说明。 DeepSeek 这类高效模型的出现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如果模型效率提升了，需要的 GPU 会不会减少？黄仁勋必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只说需求爆炸。第三，中国市场的信号，出口管制导致英伟达在华市场明显承压，如果 GTC 能释放任何关于产品迭代、区域策略或合规路径的线索，都可能直接影响股价预期。如果这3个问题里有2个给出了清晰答案，英伟达的股价有理由重新往上走一波。如果答案还是需求很好、前景很棒这类正确的废话，那这次冲高回落只是下一次下跌的预演。好了，今天内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